秦教官，8点3公里处发生了紧急车祸，需要救援。我车 app 上显示的。上车。走。 里面人怎么样？能说话吗？车头受损严重，卡在这儿，很容易滑下去。邢教官，你看反光镜，司机好像还有生命体征，但他一直在流血。过了这么长时间，应该超过800cc 了吧？这样下去的话，送医院也来不及了。邢教官，你能想办法把他弄出来吗？ 我知道。师傅，您别睡着，保持清醒啊！师傅，师傅，队长，怎么样？人被卡住了，根本出不来。那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。你要干嘛？我可以给他止血。你有恐高，你怎么克服啊？太危险了，不行。就算救援来了，路上也需要时间。他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就止血。 我真的得进去给他处理，别犹豫了，你相信我。如果你有任何不适，立刻停止。好，我配合。别往下看，看着我，有我在，
你不会有事的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。从我身上过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怎么样？头部重伤，开放性外伤，可能还有颅内损伤，肺部有玻璃插入，可能伴有血气胸。师傅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师傅，师傅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他可以呼吸了，我先给他止血。怎么着？要吐啊？去那边给救护车。邢耀湾，你是人吗？我作为一个恐高患者，我刚才多英勇啊！你看不见吗？你就不知道表扬我一下吗？挺棒的。受伤了，坐。干嘛？绷带用完了。小伤啊，没事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又白来了。笑什么呢？走吧。
秦教官说的对，我的确没有资格拿结节证。我是医生，我能给他止血啊。进来。好的。你小子这么早就来骚扰我，这不是你的风格呀。麻烦您帮我签个字呗。为米卡补发应急救援结业证。哎，我记得他是你亲自毙掉的呀，理由是畏高啊。是。可是昨天在悬崖营救卡车司机的人也是他。哦，这件事儿我听说了，也是这个小姑娘啊。对，事实证明，她可以克服畏高这个缺陷。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能通过一次测试就判断一个人的能力。您看，来喝水。谢谢。你呀，签字可以，不过有句话我要问你。好。你该不是看上人家女孩子借职务之便，去追人家女孩子吧？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！如果我们特警队都不谈恋爱了，那不成了和尚庙了吗？不过我得提醒你啊，干我们特警这一行的，真的不能找医生。如果跟医生成为两口子，那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来。你就像我吧，谁也顾不了家，知道吗？没错，是。签字啊！哎。那，谢谢您。哎，这水真甜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特警大队管这个贺主任叫嫂子。神经外科是我们医院的重点科室，在全国也能列进前3位。我们的专家就有60多名，医护队伍也有200多。来，让一下。这个孩子只有15岁，刚经历了开颅手术，他的脑部肿瘤长的位置非常的危险，被多家医院诊断后宣布无法进行手术治疗。后来送到我们这里，是不是邵雨涵博士做的那台手术？没错，这次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留在大外科，能留在神经外科的人只有1名。这也是邵雨涵主任到医院要组建自己的团队，才有了这个名额。手术台上永远靠实力说话，所以你们大家自己努力吧。谢谢贺主任。我算是没机会了。咱们这些人里，除了许愿山，谁有这个实力啊？别不服气，你能门门功课都拿 A 吗？何止啊！岩山的爸爸就是省外的权威，人家的基因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。我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呀。你说他们怎么就不能多收2个呢？是不是？就是。怎么了今天？无精打采的，有点郁闷。郁闷啊？把我的气泡水拿去，专治不开心。哎，不过恭喜你啊，离神来最近的人。哎，陈涛说说就得了，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。要是没去成，我不要面子的。那我呢？我没有结节症的事情，整个医院都知道了。人家说什么？这个训练是年轻医生入职前的传统，从来没有人挂过科，我是第1个，我开了光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一定找那个邢克磊算账。找他算账有用吗？哎呀天！哎，好。
哎，等一下。哟，这不许医生、米医生吗？这么巧，这是刚刚急诊室送过来的病人，胸部受撞击，闭合性外伤，正要去上面照 CT， 马上准备手术了。怎么不走手术电梯啊？手术电梯被占着呢，病人着急照 CT， 所以走向工作电梯。那个，我去拿下病人的病历单子，麻烦2位医生帮我先把病人送上去。交给我们吧。谢谢。好。胸部肋骨骨折，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，支撑。是停电了吗？你按开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保护好他！怎么办呀？把头按了。保护好病人，这么大动静，外面肯定知道了。对，啊，邵博士啊，哦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你邵主任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所有手续办得那么快。不是咱们人新出去的人嘛，所以回来的话也都是熟门熟路。张院长，我知道你挺忙的，好多事情不用陪着我。这些天呢，我会尽快熟悉一下业务上的情况。好吧，有事找小何。没问题。许医生，米医生，米卡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但这有病人。许医生，接过一下，科主任。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今天在检修别的电梯，维修工在操作室操作失误，电梯里有个肋骨骨折的病人，正好卡在这儿。里面有咱们的医生。有2个外科轮转的住院医，叫许燕山和米卡。电梯呢？修多久？维修部的说大概半小时左右。先不要着急，试着联系上2个住院医，看里面什么情况。你们去准备应急的手术器材，知道吧？考虑到病人有可能会有血气胸的情况，准备传自针，把他病历给我拿回来。还有，联系普爱的孟医生，还有急诊的魏主任，让他们准备派人接应。通知病人家属，准备手术通知单。好。许燕山，米卡，现在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。确认病人情况。呼吸急促，大汗淋漓，紫绀，面色苍白，情绪烦躁。是他的呼吸音消失，停。怀疑肋骨骨折，但是没有大的创面，失血情况也还好。但是病人怎么会这么衰弱呀？也觉得是血气胸。严重的血气胸会让病人的肺部迅速回缩。可是现在从声音来听，没办法判断是严重还是不严重，但是肯定有新的出血点了。还要等多久啊？再这么等下去，病人就危险了。胸膜腔穿刺，引流积血积气，减轻肺部高压，恢复肺扩张。我手机没有信号，你手机呢？我手机电也不多了。外面的人能听见吗？现在病人很危险。能通视频电话吗？许燕山，邵主任要和你们视频通话。啊，好。我看一下，接到。有了。你们好，现在里面的情况是什么呀？不太好，病人入院前遭遇撞击，怀疑有肋骨骨折，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，现在已经陷入休克。手边有没有应急的工具啊？没有。能不能判断出来病人的休克和这个血气胸有联系吗？病人陷入呼吸困难，大汗淋漓，面色苍白，呼吸也消失。结合病历，
如果真的有多发性骨折引起内出血的话，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。你们现在别慌，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电梯门撬开一个缝，递工具给你们进去进行手术。在这里吗？对的，胸膜腔穿刺，引流积血，把肺部的高压降下来，恢复肺扩张。我们会断了，没电了。那还要在电梯里手术吗？要手术，通知维修部门，现在别修电梯，千万不能让电梯震动。马上。你们手头上现在有工具了，穿刺手术做过吧？我就在这儿，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。好的。米卡，我们2个人在电梯里做手术合适吗？穿刺手术并不是很难的手术。可是就算是1级手术，我们这种资历的住院医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。万一出了问题，谁负责呀？可是如果我们不做，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死了。不是，我们也不知道病人有什么隐疾，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并发症，救回来了还好，要是没救回来怎么办？谁担责任呐？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不更担责任吗？我配合你。云山，这不是你第一次实操，你之前也很成功，你在怕什么？你看着我，你是我们这一届最好的医生，无论是实操还是练习，我们是医生，我们是专业的医生，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有责任把他救回来。开始吧。快点，负责。我真的不行，米卡，米卡，我们再等等吧。你帮我扶着他。是在第7跟第8根肋骨之间下针，对吧？是，我都想好了。把它放平。怎么样，孟主任？没有太大的危险，先送手术室。哎，你们吓坏了吧？没有，忙着救人就忘了害怕了。现在交给孟主任他们，你们不用太担心。燕山，你表现得不错，应该的。你们做得很好，辛苦了。赶快去休息一下，一会儿主任医师还要问你们情况呢。贺主任，你不用送我了，
我自己打车回家很方便，你也早点回家休息。也好。你以后会明白，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了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。什么电影啊？老大，那个。好像在梦里遇见没事，你们继续哈。我这说没有那么快吧？你们催什么催？一天天的。有的注意，我不想清醒。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打电话问一下，再不问多好了。想什么呢？这边是一个纯棉的，然后这边也是纯棉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蕾丝材质的。嗯，对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有卡通图案的，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。对对对，你看一看是需要什么码数的，我可以帮您找一找。行，我自己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料子还挺好的，这个款式。哎，先生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有没有吊带儿？吊带儿，来这边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。然后您看，您是需要哪一种类型？有非常多种颜色，您要短款或者是长款，我们就是那全部都有。普通的背心儿类的。对啊，这非常适合晚上穿，然后它也有聚拢的效果，非常好。就是，您看您比较喜欢哪一个款？我也不懂。要不您先看一看，我帮您拿一点文胸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内衣，它是一个无钢圈的一个纯棉材质。您来摸没有？它材质非常好。不关系。我就要那种普通的背心，不是有穿帮式。那要不我们还有很多别的。不，谢谢。先生再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欢迎请随意挑选。要个油条，再来一个，谢谢。我要油条。呀，哎，陈涛，你这么爱喝养乐多，要不大家叫你陈乐多吧？这叫饭后给肠道做运动。再说了，做医生那么辛苦，我的生活还不能有点甜吗？同志们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上午就要开会宣布订科的事儿了。你们都谁报了省外啊？我报。严山就不用说了，有他在，我们都是陪跑的。只要一个人，就一个人啊！我只求别把我分到急诊外科就行。为什么不想去急诊外科？急诊外科有个灭绝师太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。怎么什么事到你那儿说那么吓人？什么人到你那儿说都那么害怕人呢？他是仁心医院的名人，你不知道吗？赶紧吃吧，开会要迟到了。不知道的好。我要是分到了急诊外科，我每周都得喝一排。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到各科去熟悉一下，你记得通知人事部门。好的。邵主任。哎，何主任。已经来上班了。是，这不是周主任吗？他要走2个月，所以把他手上的病人分了我一部分，我要去熟悉一下情况。那回去啊，我去宣布这批医生的订科名单。订科名单是吧？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谁分到我们科了？省外，
能再加一个吗？再加一个。邵主任，神经外科已经是最大的科室了，以往2、3年都留不下一个，今年还是因为你才有了这个名额。我知道，但你放心，我会亲自去跟张院长解释。那加谁呢？米卡。对，米卡。所以劳烦您受累，直接宣布就好了。谢谢你，我先去忙。贺主任，这能行吗？就按邵主任的意思办。好，嫂子。小邢。哎。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病人？哦，没有，那个我来找米医生。米卡。啊。估计他这会儿肯定在会议室，跟我来吧。邢教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好点了吗？哦，小伤，没事。哦，那个，给你。给我的？啊。什么呀？回诊，那个，你回差就知道。那个，中午一起吃饭吧。中午吃饭？为什么呀？就吃饭啊，就。我中午开会。那开会也得吃饭，是吧？就这么定了，你回去吧。哦，走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正式宣布定科安排。这次定科是根据大家1年以来专科的表现和各科主任的评价，以及院办的综合测评来定的。希望大家到了自己心仪的科室，从今天开始脚踏实地，再接再厉。下面啊，我宣布名单：张青青，中西医结合科。谢谢贺主任。龚宁，消化内科。谢谢贺主任。王宇，呼吸内科。谢谢贺主任。赵小志，肝胆内科。谢谢贺主任。苏薇，心脏内科。谢谢贺主任。李可意，儿内科。谢谢贺主任。陈涛，急诊外科。谢谢贺主任。陈小燕，急诊外科。谢谢贺主任。许岩山，神经外科。谢谢贺主任。贺主任，我呢？我被分配到了哪个科室？你也在神经外科。谢谢贺主任。一起吃饭。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。大伯，你不行啊！你管谁叫大伯？我能有你爸岁数大？谁家孩子？那你这玩游戏也太菜了吧！都3次都通不了关。你要是能把它过了，我请你吃甜筒。开心消消乐。啊？真假的？甜筒买好了。不吃你的了，大菜鸟。
我们走吧。哎，格雷，赶紧回基地。好，知道。就是前面那辆白色本田，江 ZR3620，跟上去。文波，调整位置。收到。行动，收到情报，嫌疑人持有武器，注意安全。实施抓捕。朋友们，这是我和严山请大家喝的。喝不下，没心情。哎呀，好了，熬个3年5载，年轻的主治，咱们再挪嘛。最可气的就是米卡，还跟我们装，结果自己出人意料的去了神外。不是，本来去神外就是一个人，我也没想到呀。那按说一个人的话，肯定是严山，对不对？唉，啥也别说了，到了神外，记得帮我照顾好严山，我在急诊怕是顾不上了。严山就在这儿，你跟他直接说吧。你戏怎么那么多呀？米卡，对。哎，贺主任，高兴坏了吧？邢克磊送你东西不要哦，谢谢贺主任。到了神外，别丢三落四的了。好，你们吃吧。贺主任再见，再见。中午吃这家吧，我在停车场等你。金府路。停！有群众，先别动手。那么多管闲事儿。这是老头山？邢克雷把他的内衣送给你了。你呀，哎，他为啥把内衣送给你啊？我哪知道啊？是，我看看呢，给我死！你看小学生，你真的很有劲了。后面有尾巴。都停，换是。走。干嘛？哟，阿姨，米卡来了。米卡，哎，快坐，您来了。怎么样？行程下来了吗？下来了，邵医生让他的助手帮我办的，他亲自写的信给签证官，我们马上就要走了。是的，是的，邵医生呐，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。他帮小马申请的那个什么基金，不但可以为我们付治疗费，还有生活补贴。我们母女俩呀，说什么感激的话都不够。为你高兴，小白。谢谢你，米卡，是你帮我争取了邵医生的关注。我这条命是你给的。你到那边呢，你就马上开始给我治疗，啊，然后阿姨英文不好，你就找我的同学有什么困难，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，好吗？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好消息，我订科神外了，跟着邵主任。啊，真的？哦，我就知道你一定
行的，太好了，真好，真好。文墨，抄小路帮。前方车辆请注意，我们是江宁特警，我们是江宁特警，立即停车接受检查。邵医生，哎，看眼睛怎么样？没不舒服吧？没有。再养2天就好了，可以出院了啊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患者蛛网膜下腔出血，在别的医院保守治疗了7天，恢复的不错。CT 显示血已经吸收了，第9天意识突然不清醒，送到我们医院。CT 显示并未出现2次出血，也未梗塞。血压怎么样？有高压病史。用的什么药？氨基己酸，0.9%的生理盐水，100毫升70静脉滴注。0.9%，把血压控制在160到100之内，多卧床静养，开点止泻剂，注意低钠血症，3%生理盐水，可以口服，可以静滴。同时关注一下，可能会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脑血管痉挛，必要的时候扩血管治疗。好，好。
请住，小少！请住！少，别杀人！少，让开！让！什么情况？两人重症昏迷，一人头部中弹，一人头部重伤。让开！闪开！闪开！推进去，通知省外会诊。喂。全都给我去急诊外科。什么病人这么重要？是电话直接打到邵主任，可能需要会诊啊。走。教官，怎么是你们啊？我们的兄弟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事了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头部受到剧烈撞击，开放性颅脑伤，当场失去意识，出血量很大，脉搏持续降低，体温不到35度。瞳孔不等大，我估计是颅内现在有血肿。这样推去做 CT， 通知手术室随时做手术啊。好。什么情况？患者头部中枪，失去意识，子弹未贯穿，自主呼吸19到12，脉搏低于正常值。是，中弹的病人是特警，刚才推走的是嫌犯。枪应该是自制的土枪，没有爆破伤，希望子弹卡在颅骨，没有进入脑组织。先做 CT， 维持生命体征。是。还有通知王主任，现在看来可能要同时开2台手术。明白。啊，去吧。好。医生，我同事怎么样？哪位是你的同事啊？特警，头部中弹，需要手术的可能性很大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明白。怎么样？颅脑伤的病人硬膜外血肿大约有50毫升，中弹的病人 CT 显示有异物进入脑组织，近期能输血。联系王主任了吗？王主任还在手术上，其他能主刀的都还在手术中。多久下手术？巡回护士说最少要2个小时。你看，把硬膜外血肿的病人先推进去。等下，不是应该先救中弹吗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另一位病人的手术指征更明显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只能先开1台手术。那小赵呢？等。我们能等，他怎么等？他怎么等？邢教官，现在2个病人都挺危险的，推进去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啊。让我们怎么办？不行的话，联系转院。你看一下，现在附近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做这个手术？
不是医生，我兄弟是执行任务时候受的伤，他是为人民流的血，你怎么能让一个罪犯先进手术室呢？我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判断谁先做手术，我只看手术指征。你搞错了吧？你要先救的人是一个罪犯，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了，他还给我枪毙8回了。是警察，给我注意点。这什么地方？医院有其他病人，控制好你的情绪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我只管救人，不管判案，别影响我们工作，知道吧？好，等会儿。不是你要救的人是罪犯。把另一个中弹的病人的片子给我调一下。颅内压上来了，这是脑疝的风险，手术指征也明显。两台手术一起开。谢谢。现在，附近有条件接受小超手术的医院在20公里以外。我也问了，现在转院，风险更大。通知手术室、麻醉室准备啊，快点的。快要车家属在吗？我们现在决定2台手术一起做，需要家属签字。家属在吗？他母亲也在手术。未婚妻不行，未婚妻在法律意义上来讲，她不是亲人，她能担这责吗？我是队长，我可以负责，我们警队也可以负责。一会儿你来签字，拜托了。我会尽力。你说邵主任为什么要2台手术一起开呀？要是出了事儿，怪到院里怎么办呀？邵主任既然这么决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再说了，在制度和生命之间，当然生命为大。准备好了。好了。怎么样？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吗？平稳，好的。病人姓名？葛小超，26岁，头部中弹，异物进入脑组织。悬吊皮瓣。头皮打开了，上钻。起刀。图案取下来了，看见血块。好了，过来。双击，吸气啊！我要进颅了，注意血压。颅压降下来了。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手术当中最优雅的，一定要稳、精准。好了，出血的情况止住了，做得不错。颅压下来了。枪和子弹的情况搞清楚了吗？是自制枪械，用的是铁弹。找到异物。好了，清洗组织，止血。是。张扬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邵主任，暴露完毕，准备吸出血肿。这血量突然变大了，止不住了。
你们接手，用神经巡航看一看，颅内是不是还有疑似的弹片？是。啊，我先过去。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你看，大静脉窦，动脉血管剥离，出血量太大，青化，很糟。别晃我来。这样止不住血，不行。用填压法，凝胶海绵，悬吊止血。主任，病人血压一直在降。补充血浆。这是动脉血管瘤吗？为什么术前的 CT 上没有看到？术前还来不及做血管评估 ，CT 平扫也不能了解血管情况。主任，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动脉血管瘤，我现在过不去，你们先把他血压稳住，别让这个血管瘤破裂。好。备用血不够了。还有多少毫升血浆？还有200毫升。让血库备血，让米卡配合你进行颅内动脉瘤夹壁术。收到，让血库备血。好。准备动脉瘤夹。米卡，暴露动脉瘤进行段，做临时阻断。是。临时阻断不必要，万一血管瘤破裂的话，可以随时临时阻断。好。分离动脉瘤周边，显露动脉瘤颈。是。邵主任，病人血止住了。好了，张霞，你来吧。啊，把血肿吸干净啊！我去看一下贾丽芬。好了。动脉瘤夹壁成功，没有破裂。血肿清理干净了吗？已经处理好了。准备关颅吧。是。怎么样？2台手术都很成功，但病人出来之后呢，还要送到 ICU 去做进一步的观察。你们的心呢，暂且可以放下。还有一个情况，我跟你交代一下。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小超的颅内有动脉血管瘤，我们做了处理，但是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，要看他醒了之后的状况。之前是我们态度不好，对不起。我是医生，我做决定是基于我的能力和判断。你是警察，咱们立场不同，所以难免出现之前的情况，这没对错，不用跟我道歉。谢谢。证书，米卡。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我让他们回去了。你在这守着也没用 ，ICU 是不能探视的。知道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谢谢。吃点吧，你肯定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嗯。邵医生做出选择那一刻，我心里面其实和李念一样愤怒。那些王八蛋杀人放火、贩毒抢劫，而小超，他是我们队里面最好的狙击手。我们拼了命去抓这些恶人，他有什么办法？我们是警察，我们是警察。我们也没得选。医生有希波克拉底试验，
其实是在正义和仁慈的面前，我们也不能直接的、主动的、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。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。作为医生，我始终如一的尊重生命。而你作为警察，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，你做到了。我可以理解你们的选择。你知道吗？小超原来是职业的射击运动员，本身有机会可以进国家队，但是警队需要人，他义无反顾的就来当警察。起初他体能不好，差点被退回去，我就一直带着他，鼓励他，他才坚持下来的。他留在猛虎，他肯定觉得特别骄傲。但如果当时放弃的话，说不定是件好事，至少现在不会这样。今天出任务之前，他还跟我们说他马上要结婚了，邀请我们喝喜酒。所以下午我站在那儿，我就在想，要是被送进去的人是我，那该多好啊！我觉得小超想的是和你一样的，他绝对不希望被送进去的人是你。自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，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可是真看到他变成那样，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有一套医生的玩具，然后我就每次都搬家的时候当医生，小朋友们就来找我治病。我想长大以后，我就真的要当一个医生，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。可是真的长大了，也真的当医生了，你发现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。我实习的第1年，高速车祸，一家3口，一个都没救回来。我当时又自责，又无助，但我后来想，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啊，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，治好更多人的病。你也一样啊，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。小超的事儿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振作起来，然后相信我们，手术成功，小超也会信的。谢谢您，熬了一夜，还要陪我聊天。没事，我熬习惯了。我天天这上夜班的，我以前第1年实习的时候值夜班，那个时候特别不适应，就总给我妈打电话，然后我妈也会半夜会给我打电话安慰我呀，问我这儿问我那。我后来就觉得，不能再告诉她了，弄得她也睡不好觉。我后来就不跟她说我的值班日期了，我不想让她担心。你呢？你们这行，家里人会更担心吧？我家人都不在国内，做我们这行也不太方便出国，所以1年见不了几次。所以，你更需要好好的守护自己，这样才能让身边的人安心。